好，那么因为现在的确是有寒蝉效应。我知道有些朋友呢，他们发这个联署书给他们的朋友，原来都讲好了要收了，现在不敢所以还算了哈，因为现在怕被查水表，大家都怕嘛，谁不怕呢？所以呢，你不要看压这个人然后呢交保那个人，还是有相当的作用那特别是在中万华地区，现在就看李孝亮，因为检察官归他们彼此都不能联络啊，这不能联络怎么讨论呢？都不行啊，这自己去拼啊。所以李孝亮就说呢，他现在只有到1/4，只有6000多份，要2万多份呢，只有6000多份，连得也很辛苦连得很辛苦。那所以他希望蓝白都来帮忙了。那记者有问他了我后来就是他为什么这样讲呢？是说记者问他，那说你有没有直接跟党主席请他来帮忙呢？那李孝亮说他没有办法直接联系到朱立伦，没有办法联系到。我觉得好像现在这些人都跟党中央都断了线，我想党中央大家也害怕跟他们联络，万一被检察官说你们联络，所以基本上呢都你们自己去这个自谋生活吧，他对他们也没有什么帮忙所以他希望呢说呢，这个不管是国民党甚至呢其他的新党、民众党、其他在野党甚至无党都来帮忙了那另外呢，这个因为议长现在戴琪卿现在暂时代理国民党的台北市党部主委嘛，怎么办呢？都抓走了所以呢，他今天就要求党籍议员，说每一个人呢开一辆宣传车，就是一辆胖卡来来开一辆宣传车来。那当然，比如说这个像采薇，他平常也没车。所以呢，昨天在这边他们就讨论说，刚才骑一辆自行车好了，他就用自行车也蛮好，叫做行动联署站，而且议会前面是容纳不了30几辆车嘛，所以呢叫做行动联署站，就是说这不分选区的就算你不同选区，也有可能你人在这边工作，在那边户籍在那边呢，也许你有朋友所以呢他们就形成一个行动联署站今天在台北市议会然后呢这个因为现在罢免吴思瑶、吴沛忆呢双告急了所以国民党内就喊说，拜托赶快来联署来签，所以呢，这个戴琪卿在18号好像要办2场的这个造势活动在中正万华跟这个士林北投有2场那士林北投情况稍微好一点了大概到现在为止呢，这个联署的将近2万份，但是还差不多1万。那中正万华因为本来那个地方就比较混乱了那议员动员也不够议员动员不够。那这个士林北投那边议员动员还不错大概我了解一下，有的议员动员将近3000份，有的2000多，有的1000多至少都还有在动那另外呢，这个朱立伦今天也到议会去喊话，说呢不要有个人主义，有个人主义就对不起台北市民就是要打团体战了那但是呢，媒体说奇怪朱立伦照理讲应该要受访临时取消受访就跑了，所以连议员都傻眼了，说主席来不是应该对媒体讲讲话，不知道为什么他是有什么事情来怎样。那目前的进度大概是这样就民进党要罢国民党的呢，提议的有36件，进入2阶的有34件，已经到达2阶门槛有30件。那现在呢，因为还没有结束林佩强是最后就是那个日期了那3个人还没有达到门槛。那无党籍有1个其实原来陈超美原来是国民党了后来因为有事情了，所以他就变成无党。那另外呢，他也进入2阶但是呢，并没有达到门槛那民进党要罢民进党的提议的有22件，20个人进入2阶有15件，到现在为止呢，没有1件是达到门槛说还在，因为时间还没到，还在进行当中那另外地方首长就是高虹安1件也达到门槛了。那县市议员因为有些地方没有民进党委员嘛，他们就去罢县市议员，这个送了17件，进入2阶有8件，达到门槛有2件，但是也还没有全部结束。大概目前情况这样，我们看一下。罢双五来联署，国民党台北市议员们集结，与党主席朱立伦同台造势，要力拼北市罢免双五连署。总动员12选区车队扫街，还有议员出这招骑单车，要深入到北市各个巷弄。罢免在野党，想都不敢想，只有独裁者敢这样做，就是要看到大家共同努力的团结。这个时候，如果还在为小我，这些人
就会伤害台湾的民主。如果还有所谓的个人主义，这就是对不起台北市市民。但口中喊的团结是否真是如此？不要只扫信义区哦，我们这边是士林北投跟中正万华，民众党他们的真的是非常团结。因为我有时候看着，我真的觉得很难过。我就想说，我们虽然大家都有一样的目标，那为什么国民党就是现在是这个样子？罢免吴沛忆领衔人李孝亮前一天直播上话有些维持，因为2阶份数真不如预期。这天跟主席同台，是否要直接求援？待会主席来的时候，我会当面亲自跟他说，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办法直接联系到主席。这一任以为画面定格，李孝亮盼跟主席沟通，先是主动走向主席旁，两人点了头，握手寒暄，也把握机会同台握手。就在致辞结束再伸手，两人短暂握了几秒钟，但原本要联访怎么就？主席李孝亮有说希望国民党可以团结，这部分怎么看？罢免没有分裂本钱，团结前先选择不答。小妞。现在看起来以霸制霸这样的一个战术，看起来从事后的推估来讲，基本上跳到民进党陷阱里面嘛，因为人家看起来是早就布好天罗地网在那个地方是事实嘛。那对手的战术奏效大概也是事实，所以说现在这样子的一个局面，对于国民党来讲，基本上是不利战场。那现在能够做的事情是在不利的战场里面，尽量去求取最好的表现。其实就我来看，街头上的拼搏是从一开始它就应该被采取，而且是唯一的策略啦。但是现在来做的话，时间上其实会有很大的压力。但即便如此，都应该要行动，应该要尽力而为。我觉得不要再多想，也不要再出招。就是说，你今天讲，比如说30几台车子，对不对？或者是说大家用什么样的方式？新闻是一波，没有错，你必须要有宣传，你必须要有曝光。但关键是后面的执行嘛，你能不能贯彻下去？比如说哪一个多少亿元分几个里，对不对？尽量去做。不要再去计较成败，也不要就是想着用最小的成本或是最大的效果，都不要把这个想法全部抛掉，全党一致，不分你我，就拼这一件事情，把拼搏的精神展现出来，这个才是在这个不利战场里面受伤最小，还有机会拼搏过关的唯一方式。嘉宇。我刚刚看新闻的画面，我是替这个李孝亮还有国民党这些年轻人是感到很不值啦，还有包括这些党工们，因为其实整个事情到现在，当然朱立伦要负最大的责任，可是朱立伦却没有这个担当，而且到目前为止，你看刚刚画面，李孝亮要跟朱立伦打招呼，要联络朱立伦，都一副好像跟朱立伦好像跟他不熟的样子。问题是李孝亮承担这么大的压力，不管是家人的压力，或者是司法各方面的压力，他还是站出来了。无论如何，对于朱立伦来讲，这个年轻人他可能是唯一目前在这个罢免行动中还挺住的年轻人。就你对他的这种态度，让人家觉得说，好像这个事情事不关己，这年轻人就是出来当挡箭牌，然后你连多一点关爱的给他抱抱，或者是多跟他寒暄几句，给他拍拍肩膀都没有。那个冷漠的态度真的很令人觉得感慨耶。说实话，如果李孝亮的妈妈看到说李孝亮这样在这个场合里面被当作空气，我觉得那个感觉一定是非常难过，所以这就是朱立伦对待现在整个国民党的党工跟年轻人的态度。这么多人因为这次联署的事件，整个领导力的问题所暴露出来的这后面不管是伪造文书，或是因此而深陷这个司法的问题的时候，朱立伦到底给了这些人什么帮助？能不能当他们的靠山？还是今天记者会讲完，你们底下赶快去联署哦，然后你就快闪搭车离开，之后什么事情都跟你无关，反正被抓的抓被怎么样都跟我党主席无关。那你觉得你朱立伦现在坐在这个位置上，不会觉得很汗颜、很尴尬吗？南京，王宏威宏威在母亲节的时候，在脸书上 PO 了一篇啊，他说他那天在外面就是当然就是希望这个民众呢出来这个反对罢免，有一个妇女呢就抱住他痛哭啊。然后就是为什么这样？他在为谁哭呢？他在为黄旅哭。我看的那一篇，我真的觉得还蛮这种情绪上面蛮复杂的哈。就是说，今天我们前面谈了很多，我们国家现在呢，真的是面对到的是个很严肃的处境川普讲中美谈判有利和平统一，什么国家最重视？日本最重视。
然后我们这边呢是粉饰太平，日本的媒体很重视，为什么呢？因为呢，日本呢就非常的担心，如果说呢，川普呢真的是透过了跟中国呢达成了一个大交易啊，然后呢就接受了啊，习近平他在2024年跟2020年2次在这个 APEC 峰会的时候，借着 APEC 峰会的时候，跟拜登谈的时候，他2度提到要希望美国支持和平统一。哈，如果说呢，现在的这个川普呢，他就接受了习近平这样子对于两岸未来最终前途的一个安排的话，这不就是他印太战略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转变吗？所以日本很紧张啊，一方面紧张说，如果美国现在呢是采取的这样的策略的话，哇，到时候呢这个跟那个日本呢就真的是变成第一线了哈，就真的第一线。日本人紧张有这个层面，另外一个层面是呢，日本呢向来就是一个最会看风向的一个国家了哈。当初呢，尼克森呢跑到中国大陆去了之后呢，日本呢就赶快啪啦队，就赶快呢跟这个中国呢来建交。那现在呢，如果你如果说你美国已经要转向了，那我也要好好的来去赶快的恢复跟中国之间的关系。可是呢，我们的这个赖政府就在说啊，没有这回事，他撤回了。然后呢，我们的谈判团队又在那边说讲什么让美国再次伟大。当那个贝森特讲说台湾提出来的最好的，已经提了最好的一个方案的时候，我们难道不毛骨悚然吗？可是在这个情形之下，他还是一天到晚一直在搞这个大罢免的事情，而且我觉得很悲哀哦。当这个赖清德在接受访问说要跟我们希望跟大陆呢什么对话啦，跟中国啊对话或什么，你怎么到现在才唱这个调子啊？那你当初不是说他们是境外敌对势力，然后把所有这些要被你们罢的这些的蓝委都说是听习近平的旨意吗？都是这个蓝委就是红委吗？那你现在你的论调变了，那他们大罢免的行动还持续在进行啊。然后黄旅这么倒霉，为了这件事情呢被关在看守所里面，这我们这现在这个台湾到底有没有正义？到底有没有司法公理？到底有没有任何的在判断政治事务上面的一个基本常识啊？就是说，基本上了哈，就是民进党先发起的这个大罢免了，就国民党喊出来是要以罢制罢、以战止战，其实并没有错。但是问题你不能只是喊呐，你要有行动啊！你光喊是不行的，对不对？那民进党是比你早1-2个月，甚至按照这个原之的讲法，他1月10号当选，1月14号民进党就开始要筹备要罢免他，然后按照柯建铭的讲法，15号赖清德、柯建铭他们就是讨论了要怎么弄了，所以人家早就在部署了嘛。那国民党原来是希望低调啦，被动嘛，国民党本来就被动嘛。但是呢，没想到民进党真的如火如荼，真的搞僵起来了，而且一下搞了30几个人，所以国民党说要以战制战、以罢制罢都没错，问题是你要有行动了。那现在你看看李孝亮、赖以任这2个，一个在士林北投，一个在中正华，这2个年轻人真的是不错，遇到这么多的打击，他们还这样挺在那个地方。所以我每次看他们挺在那边，我记得都蛮感动的。我觉得哇，这些年轻人真的是那这个能够这样子抵抗这么多的压力这么多的司法的威胁各方面所以基本上呢，就是说为什么看孝亮那个样子真的是，真的是不容易，真的是很不容易。休息一下再回来。好，那么因为吴丽华被国民党的这个联署了，所以要罢免他了所以他就提告，他说：“你看我联署人有202份是死亡的那可能是有些党员了党员原住民也许不幸因为那时候新冠疫情比较严重说死的人也许就有一些了所以呢，今天检调去搜索国民党的屏东县党部里面有没有什么名册等等那书记长。叫做萧荣明等3个人，国民党屏东县党部就被带走。本来以为就是台北市新北台中桃园这种比较大的地方，后来发觉呢，宜兰也被收了，现在台南之前也被收了，台南是第一个，屏东也被收了那另外呢，苏庆全说选民要反恶霸，要反司法迫害，不能够这样子
那另外呢，这个吴立华说呢，如果死亡联署是事实，就没有司法迫害，也有啊。什么叫司法迫害？这样你问我，我是跟你讲说，抄党员名单对不对？我也不认为是对的，我认为不必嘛，何必呢？而且党员你就跟他讲一讲，说请你来联署，他也会联啊。他党员照理讲，他联个署，他不联吗？那因为时间比较紧迫，也许有的时候他们或者联络不到党员抄了。以前有没有？以前也有啊。韩国瑜选市长，高雄市长不也有吗？对，有2万多个啊，是在韩国瑜被当选的第二天就开始联署啊。1年以后才能联署。韩国瑜当选第2天，我看2万多个都联署啊，也95个死亡联署啊，也有40-50个是这个伪造文书啊。检察官都不传啊，检察官就说领先人怎么会知道你们怎么来的呢？也不起诉啊，都不起。以前就是这样啊。法律现在要看判例是很重要的啊，不是这样子吗？所以不是说这样对，没有人说这种都要去抄党员说对，不，这个你问我也觉得不对。但是以前这种事情。就替教就好了，他只要送到电脑里面，就是替教再补件，就以前都是这样子嘛。那这次突然就大张旗鼓要办哦，看起来要办到国民党中央的样子哦，所以呢，这是就算有死亡联署，就也是司法迫害，因为以前这种事情都没事嘛，为什么现在就要追呢？哦，这不是司法迫害，是什么是司法迫害呢？哦，那现在呢？你看，从屏东县党部、台中市党部、新北、基隆市、宜兰、台北市、台南市都被搜索了，哦，都被搜索了哈。那这个。花莲的民政处长，哦，说呢态度不好又卸责，哦，所以要从重量刑，哦，什么叫做态度不好？就你没有承认，这个也很奇怪。你让我承认是我有罪，我错了，我罪该万死，哦，你有犯意，你这个有后悔，所以就可以重新发落，减1/2。如果你说我没有，因为通常那个嫌疑人他都说我没罪啊，他不认为我有罪啊。有些是的确知道有罪，有些是他真的觉得这个没罪啊，所以呢，就说你这个犯意啊，卸责，态度不好啊，所以要从重量刑啊。那另外呢，这个王定武说呢，有15个零啊，圈啦，没有显示那个单位是哪里。一份呢说3块，今天我叫你帮我抄一个东西，一份给你3块，你要不要？你要不要？他都是亲友啦、党工啦，因为他要赶时间嘛，就说啊这边有个党员名册，我们现在抄500人，那你们就抄一下吧哈，是不是党员嘛哈？我们到时候打电话跟他讲一下，补一下。然后呢，因为你加班了，所以一份给你2块，一份给你3块。平常你讲加班费都不值个钱，加班费都要是你正常上班的还要加1/2的，所以2份3份哦，这都是亲友就帮忙，真的啊不好意思耽误你吃晚餐。哦，然后100个1块1个2块200块，一个3块300块，吃个便当吧。晚上呢回去可能比较晚了，叫个车吧，就是这样子了哈。所以并不是说一份给什么200块300块2块啊。那谢龙介也说你违反个资，王定宇怎么会知道？所以呢，检察官不要办蓝不办绿。好，我们看一下。花莲县民政处长明良珍涉嫌要求户政人员登门查对罢免资料，引发查水表的争议。在被羁押将近2个月后，14号检方认定明良珍等3名县府官员依涉嫌违反个资法起诉。明某自行杜撰说，花莲选委会进行查对工作有时间压力、人力缺乏、经费不足等理由，只是花莲县各户政事务所主任必须对罢免案提议人名册的签章真伪进行实地严格查访。检方认为明良珍饭后没有悔意，矢口否认犯行，态度不佳，甚至还一度删除通讯软体的对话记录，更试图卸责给下属，建请法官从重量刑。至于民政处副处长暨花莲县选委会总干事吴俊义，以及花莲市户政事务所主任钟威婷，因长官权势不敢公然违抗，也没有实际主导权，相较轻微，检方建请依法量处适当刑期。我想花莲县政府应该要立即的来做出撤职这个动作哈，那也希望明良珍自己来辞职。我们相信我们的同仁都是依法执行职务，3位同仁相信他们都并没有不法侵害人民权益或泄露个资这样的不法的意图。随着大罢免2阶段陆续告个段落，即将进到第3阶段，衍生的法律风波持续延烧。那好吧，这个伟杰怎么看？我觉得其实每次当听到我们的赖总统讲说这个很多西方民主国家都跟我们站在一块的时候，我就觉得光对照在这个事情上就觉得格外的讽刺。我想整个所有的西方民主国家，哪一个国家会针对在野党所有的各地方的党部去进行这样的一个大规模的搜索？
而且呢，这些所有西方民主国家应该也没有所谓的像我们台湾如此之大的大罢免的一个情势发生。所以有时候就觉得这个东西呢格外的讽刺。就像刚刚赵大哥讲的，到底这整个罢免联署的过程当中，到底是所谓的程序的瑕疵，还是程序的违法？但是他用这个程序的违法的一个过程呢，然后呢大张旗鼓的到整个国民党所谓的在野党的各个地区的党部去搜索、调查、压人，然后让大家呢产生所谓的寒蝉效应。所以刚刚就像陈如刚刚赵大哥讲，现在很多人好像联署都会比较却步，因为大家觉得说，我连的会不会被查水表？会不会怎么样？我会不会有其他的一些影响？其实这个就是他的目的了。对，就寒蝉效应，让大家害怕。然后所以呢，你看我们最近才必须办很多活动，是告诉说，我们现在的联署有一点告急的状况，希望大家勇敢的站出来，反对这样的一个恶霸的一个情势。所以我会觉得说，整个国家社会是不是需要花这么多的时间在这个大罢免上？尤其呢，针对在野党。你不好好和解共生，你每一次的党主，每一次的你们的这个总统选举都说要跟在野党和解共生，但是呢，每一次选完之后就是全部都忘了，只有你自己可以，然后别人都是不得超生，然后全部的这样子一直追杀下去。所以我会觉得说，有时候你再回过头来，大家看看过去几个比较有良心的，我们看到，就像之前高雄市的民进党议员他所提到的，有没有需要这样大罢免？包含他们过去，连他们自己的这总统陈水扁也说，也应该包容不同的声音。吕秀莲也讲说要包容不同的声音。我觉得这些人好像都违背他过去民进党创党的价值。然后呢，只要针对不同意者，一律杀无赦。然后呢，让大家晋升。我觉得这是台湾一个民主的一个进步吗？说真的，或许哪一天西方民主国家或者西方这些民主的学者也会说，台湾真的是一个民主进步的国家，还是一个民主巩固的国家吗？还是说因为拿到了民主，拿到了权力，开始做了一个民主的消退？我觉得这真的是执政党必须要好好省思的地方。就是说，民进党以前我讲过了，我跟陈水扁第一次选议员那他们的口号就是民主要制衡，制衡靠党外。很有道理啊，是很有道理啊，因为民主是要制衡嘛。我们所有的，不管你三权分立、五权分立，它都是一种制衡的设计嘛，就不能让权力独大嘛，就孙中山讲的，人民给政府权力但是可放可收嘛，所以就制衡。所以那时候党外那时候还没有民进党一喊出来，民主要制衡，制衡靠党外，哇！当时台北市有8个民进党党外的候选人，通通当选了，都高票当选了，这有道理嘛？那现在你要制衡，所以在野党在立法要审预算，预算不应该审查，花2-3个月不能够删减的，都是不能删减，删减就是大罪恶。那你选这些立委干嘛？你民进党委员可以护航，在野党立委不删是怎样？他不删才是违反选民的付托，他删是他尽他一个立委的职责嘛，这也不行，这也要罢免，这是什么个民主啊？休息一下再回来。好，立法院昨天3读核管法修正案了就是我们原来的规定是核电厂用40年了，那修正以后呢，可以延可以在到期之前申请，或者到期之后，然后呢再延20年，变60年了。美国听说有些还可以到80年的那美国大概都修成60年了因为其实机器还可以用嘛，你可能就要修补一下等等之类的那你折旧也折完了嘛。所以你的成本就低很多，而且能源嘛，你是等于是多面向发展，不要集中在一个嘛所以比如说现在台湾都几乎将来50%以上要天然气，老美现在都很关切对，赖清德不是天天讲要国防要韧性吗？那你这种天然气有什么韧性呢？夏天我们的只能存7天，冬天存11、12天。那老共现在围你一围以后，你的天然气就进不来了嘛。那你说你重视国安，你这叫重视国安吗？所以并不是叫你说一定要有多少核电，但是至少呢有天然气、有绿能、有核电、有烧煤、有烧油，它是多元的，本来就是一个多元嘛。就像你吃饭一样，你不能独孤一味嘛，你一定是多元嘛，有肉啊、有鱼啊、有蛋啊、有菜啊、有水果、有不同的嘛。好，所以呢，他们现在立法院修了，说这个可以延20年但是呢，卓荣泰说核3厂还要依法要除役，5月17就17号就到了依法要除役那另外呢，这个他们的修法重点，第一个就减少对石化燃料、化石燃料的这个依赖了另外呢 ，AI 产业将来要用很大的电嘛真的你这样怎么办你每天说要发展 AI 发展，那电不够怎么办那所以呢，现在就是这个最长可以再延20年，
经济部说好吧，立法院我们尊重，但是呢，核废料怎么处理，你们知道吗？对不对？你现在政府的责任呢？核废料不能处理，这个我们怎么跟你言呢？等等，核废料的处理，我们学美国，说美国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是的，现在全世界先进国家都是埋在现在的厂的底下，掏坑嘛埋哦，就是埋那个地方啊，那总比埋在别的地方好。因为核电厂那么大嘛，它就在里面，而且很安全嘛，又怎样呢？哦，所以像屏东核三厂附近的这个居民里长，我去屏东很惊讶。下面居然都赞成，我说人家都是说附近居民反对，因为他说第一个我们这么久也好好的，第二个还有补助啊，还有很多回馈给他们的，所以他们觉得回馈金对他们很重要啊。好，那另外呢，卓荣泰说呢，哎呀，你们放心了，到2032年前用电无虞了。那2032只有7年了，那我建个厂，我只要7年的保证吗？我希望是永续电都够的啊。不可能那7年以后怎么办？我7年以后可能才把厂盖好啊，一个新的厂啊，对不对？都要盖3、5年啊，7年啊，哦，还有试车等等。那2032年前没有无虞，这是一个。第二个，用电无虞，电够了，电费呢？我们希望电够了，电费还要便宜啊。你电费很贵，那老百姓负担还是很重啊。哦，那学者说呢，至少反核借口少了一个啦，说政府应该赶快申请研议了，因为这个国民党跟民众党，他只能帮你修法，但是主动权还是在行政机关手里。如果行政机关说我就是不申请，我就是不评估，你也没办法嘛，就变成这样嘛。哦，那邱意莹说呢，赖士葆的要求是说，你电不要上涨嘛，然后呢，核电基准能够重盖嘛，才补拨你那1000亿。现在行政府要那4100亿里面的1000亿从这边来的嘛。哦。那邱意莹就说：“你们为了大半美乱了方寸，荒腔走板，怎么有这个要求？哦，台电董事长也说你是威胁台电哦，等等哈，这怎么叫威胁呢？他应该支持啊，这怎么叫威胁呢？可以帮你这样子。我们看一下，不然你承诺2028年之前绝对不涨电价，什么？一句话让台电董事长一度愣住。是国际油价能够确定它不涨吗？所以就是沙普兰特原油天天都一定不涨吗？我们已经补助你，可能是这样，市场的事情就不可能说我的时间已到了。只是台电的强硬立场是否也代表离拨补1000亿元的预算越来越远？为因应关税战，政院提出4100亿元的特别条例，但在野党批评关税战部分顶多1000亿，其他预算都是偷渡，像是台电被删除的补助，就在特别条例起死回生。国民党的具体主张就是台电1000亿，除非保证2028年之前不再涨价，延役核三厂，除非这2个条件。不要预设任何政治的前提，赶快让条例能够顺利审查、顺利通过。至于行政院暂无回应，而在特别条例中，同样被指偷渡的，还有1500亿让国防部及海委会使用的强化国土安全韧性项目，绝对不是便宜行事。绝对不是偷渡进来的。我的目标是在关税的目标之前2个月，我就大声疾呼了，我们嗷嗷待哺，不要再让海巡变成水下无知的海巡。只是主委的一番辩驳，听起来真的跟关税战没太大关联。就是看到这个管碧玲这种悲情的一个诉求，我都觉得你到底是为我们这海巡兄弟到底做了哪一些的事情？他只能在执勤台里面这样卖惨，而且我说实在的，海巡的配备装备蓝绿白没有一个人说不给，但是你一定要编在这个所谓的特别预算，而且是针对关税的特别预算，要夹带过关吗？所以这预算有它预算的一个规定，一般的预算、公务的预算或是追加预算，大家都配合。可是今天大家所 argue 就是这些4100亿，你有需要来这边卖惨吗？卖悲吗？所以我觉得管碧玲常常看到他这样的一个演出，我必须要说这样的演出，我真的非常的不以为然。而且昨天所通过那个法，我也不晓得民进党在挡什么，这是一个非常弹性的，告诉你我们因为修了法之后，未来你需要使用的话，你不用像受于法规的一个限制，好像是动弹不得。你不要忘记，赖清德总统那时候还特别问他说，万一紧急的状况，他还说要立即可以重启核电厂。核电厂不能立刻重启的，它中间有很多很多的一个规范。那这个规范里面，诚如刚刚赵大哥所提到的，你到最后如果要研议的话，你的主管单位就是台电，台电你要经过非常多的评估，也是要花了半年1载的，甚至是2年的时间。所以这个只是给你更多的弹性，帮你搭好了桥，然后你自己可能行政院还在暗爽，可是像
全部把炮火变成到国民党来，甚至还有很多委员上次下面冗长的发言，他们还特别讲说，你国民党已经又听了中共的话，所以才要把我们这个部分，他没有点 sense 哎。我们如果今天要反攻大陆，好不好？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的基载电力。我们目前唯一的基载电力就叫核电厂。你要跟他打仗，你先把你的基载电先建构好，不用靠着我们的天然气。然后你看他连这样的概念就不懂，只要是反就马上说我们要听信中共的话，连这边里面的逻辑都没有，你就知道说他们那个对于核电的一个知识完全已经到了完全没有办法想象的一个地步了。所以我只能说，这一次来说，我们明天就要开始审这个4100亿。我想蓝绿或许在很多的细节上面会有一些的落差，但是原则上面都是帮人民把关，特别是台电的这1000亿。当然，在我们党内里面也有人说，是否应该利用这个时间，因为工商业都非常说希望不要涨电价，但是有另外一派，其实我们一贯的一个说法，不是涨电价，我们不涨电，我们即使给台电每一年拨补1000亿、2000亿，对不起，它还是涨电价，涨了4次，好不好？所以涨电价跟要不要给这1000亿是完全没有任何的一个关联，可是他们却用这种情绪的勒索，你看着好了，明天我已经帮你预告。讨论没有任何的结果之后，马上他们会告诉你，我们挡国防预算，所以我们的这个国土韧性不要。第二个，我们不让台电有这个部分，让我们人民8月开始就要开始涨电费。这个剧本我们已经帮你想好了，而且他们不断的一个放送，我们还是坚持能源政策的稳定性，能源政策的正确道路。我觉得这才是这一次我们掌握出这个通过核管法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基础了。好不好？机械工会的理事长叫做庄大力理事长呢，就说：“哎呀，给台电钱吧，他不，否则他要涨我们电价，我们受不了了。”所以我会补充一下，我们不是反对拨补。就是说，你台电如果碰到特殊的状况，比如说原物料大涨，真的有特别的状况，你需要大家共体时间，那你提出专案清楚的说明之后，那大家来拨补，让你渡过难关，我认为这没有问题。但我们绝对反对钱坑嘛。他今天不是第一次要求拨补呢，去年的预算就已经编了，然后又追加预算，然后又疫后特别预算，他已经拿走2500亿了。然后接下来他还要再1000亿。我之前在总咨询的时候问过啊，我说，请你能不能明确的告诉我什么时候下不为例嘛？你好歹跟我讲说有明确到哪里为止，台电财务状况可以怎么样来做改善。到目前为止，他提不出任何做法，包含今天曾文生在答询等等的时候，他都讲不出来啊。那你讲不出来之后，你凭什么就认定说不拨补就一定会涨电价，或者是说拨补没完？我们担心的是，你尽量即便不顺应什么机械工会，或者是说被你情绪勒索，给你1000亿，那你明年会不会再有1000亿啊？还是要啊？你的能源政策不调整的时候，这个就是没完没了嘛。那刚刚主持人讲非常好，立法委员要看守人民的荷包，要监督政府的施政，那这个坏人我们非当不可啊。那可是问题是你政府明年要审查，大家见真章嘛？你到底拿不拿得出具体的保证嘛？你能不能务实的调整能源政策嘛？你如果不喜欢，比如赖士葆委员提出来的条件，比如你要重启核电，承诺不涨电价，你行政院你不喜欢，那你好歹主动提条件嘛？那是不是大家还有协商讨论的空间？但我看起来他现在就没有嘛。就像刚刚柯志恩委员讲，他就搞情绪勒索啊。就是搞媒体抹黑，然后最后跟你讲大罢免大成功，这就是我们现在执政党嘴脸。他不需要给你什么条件了，他的条件就是我钱不够，我就叫你涨电价。我就叫你补贴啊，你不补贴我就涨电价。你这个要阻止我们涨电价，你就得补贴我啊。那其实能源政策，你现在这种能源政策搞就是一个无底洞嘛，已经补助了3000亿了啦，已经立委还补助过3000亿，涨了4次电价，所以你说。到底补助跟涨电有什么关系吗？休息一下再回来。没错。好，这个礼拜5月17号，核2厂的3号机就会正式停机哈。那你去想想看哈，我们1978年当时候呢，这个核1厂1号机是正式运转啊，工商运转。台湾是亚洲第3个，继日本、印度以后第3个进入核电时代的国家。那没想到40多年以后，我们现在变成全部亚洲第1个废核的国家。哦，你自己想想看，前后对照有这么大的差异哈。好，那么立法院3读通过了弃保潜逃，最终可以关5年，不法官说可以关5年，最高而且罚50万啊。那说呢，这个柯建铭当时呢曾经卷入关说的这个风暴罪了哈。那黄国昌说呢，社会上没有办法接受下个关说司法的柯建铭哈。那另外呢，民进党还说，为什么你们要拿到施压呢？
为自己设防火墙哈。其实现在能够施压的只有民进党，在野党是什么压呢？对呀，对不对？在野党是什么压？好，那么另外呢，这个沈伯洋说乱立法啊，说有2条，有错了6个点啊，细节不讲了哈。那么另外呢，这个像朱国荣、钟文志、徐少东连续3个都逃掉了哈。所以呢，这个一个是国宝集团总裁，一个是联谊鲍鱼前负责人，一个是3联集团负责人，都是啊，都跑了啊。然后呢，这个判重刑却保有自由，结果逃亡啊。所以司法搞了个半天，警察抓了半天，都是白忙了哈。那另外呢，就这个柯 P 非要把他压起来，压到现在压很多9个月了，才多少几个月。然后呢，而且不知道什么放都不知道。那绿油油可以弃保潜逃。所以呢，刚刚讲的钟文志啦，这个把义赌啊，林炳文啦，台盐的这个前董事长陈启玉啦，3联的负责人徐少东啦，之前的桃园市长郑文灿啦，民进党总召柯建铭啦，陆委会主委邱泰山啦，台北市长柯文哲被压这么久，那这些人都可以跑了啊，所以外界会质疑司法是不是有双标了哈？那柯文哲昨天出庭哽咽了啊，说你关我好了啊，但李文忠呢被你们冤关了9个月哈，是不是把他给放了哈？那另外呢，朱雅虎原来认罪自白，现在又翻供了哈。那另外呢，这个柯文哲昨天怒批检方说其他人都可以先放了，你们只要关我嘛，把我关起来就好了。我们看一下，立法院长涉入司法官说，妨害司法公正，总统也能够根据事实。多加了解。轰动政坛的马王政争，全因为2013年柯建铭关说司法风暴。侯部长，我有跟他讲过任何一句话吗？侯部长对王金平也是在虚应故事，王金平对我也在虚应故事。我有18万，你惹这么大麻烦吗？当时柯建铭涉入全民电通背信案，在2013年打电话找王金平官说，希望能向检方要求不要上诉，却导致时任法务部长曾永夫下台，高检署检察长陈守煌遭拔职，罗志强也辞去总统府副秘书长，痛斥官说无罪，司法已死。如今过了12年，有好消息了。院长眼神有些疲惫，桌上资料厚厚一叠，因为在野将提研会要拼3读刑法妨害司法公正罪，只要对法官、检察官等不法官说者，将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50万元以下罚金。不只是柯建铭，也包括说像邱泰山哈，那像这种类似的情况，我们希望能够在有关说司法罪之后，能够对这种权贵来干扰司法的行为可以加以抑制。强调并非针对个人，而要补足入罪化，在野也提出修法，对弃保潜逃罪提出脱逃者将提高刑度，变成3年以下有期徒刑。那赵志伟是那个他们昨天在现场，因为大家就听到那个就是民进党的，你一直在叫什么关说施压，就是关说有罪，像施压无罪。但是最后那个黄国昌都不动声色，最后他这个3读通过的感言，他站上去。他就开始谈，因为这个第一个是有柯 P 的承诺，我们当初就是因为716，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认为就是柯建铭条款就是他们的心愿就是要把这件事完成这个承诺，就是这个不法官说要那个刑度要加重，然后他就请那个民进党的立委们去好好查整个法律资料库，因为法律资料库没有关说这个名词。就是根本对不起，没有施压这个名词，他就叫他们要去读书啦，要去读书啦，所以就说就是以关说这样不可关说了，但是所以昨天整个会场都在闹了，只是说那国会频道没有办法录到那个没有用麦克风的了，所以昨天我们是觉得是完成了一个不管是柯主席或我们对外承诺的一件事情，而且这件事情是意义非常重大。那老实说，我知道现在民众党面对的情况哈。从9月开始，那个所谓的收手的民时不符，整个程序的正义，然后资料不足，没有金流，没有对价，这个压人取供等等，我也没想到，就是在贵党都出现了哈。所以现在就是说，我认为我们是应该就是刚刚他谈到政党政治，就是要有制衡的力量嘛，一样嘛。就这样，所以我现在对我那些本土社团的朋友，我曾经是台湾这个少见的女性，在本土社团当到社长这样子，而且很久的时间了哈。我就觉得很奇怪，我们在野的时候，你在监督执政的 ，OK 的，谁有权利我们监督谁啊？那现在我那群朋友们还骂我背骨的那群朋友，他们监督的是在野党，好吗？你扶持的对象已经变翅膀硬了，他已经尝过
那个吗啡了，那个我就说为什么会这个。他要搞大罢免，用司法去压迫人民，因为那个8年的那个田果，就是吗啡戒断症候群啊，其实那本来就是权力了，权力戒断，因为完全执政实在太美好了，所以现在有5个总统嘛，就现在只有陈水扁总统时代跟赖清德，他现在是经历朝小也大，问题是陈总统经历的跟朝更小也更大啊，但是他的态度是怎么样，对不对？当年是唐飞先见了，第2天他还去见郝柏村，这个他们我们都还有点意见，可是后来他就是这样做，也至少扁顺会等等，他都尽量去做，也用了很多党外非民进党的一些人才，他进来也出来讲了，民主就是多元，就是包容，你叫的就是要协商啊，你就是要讨论啊，你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没有想到我们吕副总统也出来啊，所以我是希望这个绿营的朋友跟支持者，你要搞清楚啊，我们曾经那么努力，对不对？让这个带领你们打过美好一仗的正副总统，现在就出来说话了。对他对于现在朝小野大也经历过啊，人家是怎么度过朝小野大的时候啊？所以现在这个做法，所以就是很简单，他就是为了因为权力没有了，完全执政真的现在对我而言哈是个很恐怖的名词。以前觉得完全执政是你好做事嘛，你既然支持他就给他好做事，现在不对了，完全执政你一定要让他不好做事，他才会好好做事。这为什么我现在觉得绝对不可以给完全执政？那我相信就这一次的罢免，我不要说我们支持什么党什么和。我觉得就是一个制衡的力量，制衡的力量要出来啊，不然你就把立委员的任期改成1年嘛，你就把它改成1年嘛，那一年选一次嘛，没有这样的玩法的，而且就是也有人说他这个东西他不是不适任叫什么，他现在是在打异议分子嘛，意见跟我不同我就打下来，那我必须说站在我的立场，我必须讲啊，共谍，你都说我们都共谍吗？你连陈水扁、李秀都说是共谍，那。都是中共同路人啊，那但是共谍他判得很轻啊，25万就交保，还有没罪的。那我们柯主席7000万缴疗，你还不放他出来？然后又有人发明那个理论说共谍，因为我们是同路人，所以共谍不需要在我们家，共谍就只会渗透他们。我说错了，共谍要的是什么？共谍要的是情资啊，还有重要资讯。请问机敏情资、重要情资、关键情资，谁才有能力卖台？对，就是我们没有，我身上都没有，民众党没有，国民党也没有这个资料啊，就是民进党才有，有权利的，有权利的人才有资料给，才有价值嘛，才有渗透的价值嘛，所以共谍都在他家嘛。我觉得司法改革确实是很重要的课题啊，不分蓝绿。我想一直以来台湾对于司法信任度也都一直蛮低的哦，所以从小英总统到现在，我想大家也都很努力在推动。那过去以来的这些案子，不管是这个刚刚讲的这些弃保潜逃的这些重大犯罪的案子，尤其是金融犯罪等等，我觉得对于司法公信力确实是会有影响，尤其是钟文智这个案子，从法官到整个这个警察等等的配合，或者是这过程中，确实有很多令人觉得说，政府应该从这个案子里面把这个整个这个漏洞补起来，让大家能够真的是对于司法提高这个信任的问题。那但是这样子的修法有没有帮助？对于司法信任度，我想是效果非常的有限，因为毕竟你现在所说的不法官说弃保，其实在法律里面都有，只是如何去抓到证据跟如何去定罪，这个才是最后面最大的问题。我觉得刑诉法另外要修的是压人取供了。对。你现在检察官资料不够，就先把你压起来，然后把你关起来，然后再吓你，那你只好就是说，就跟古时候那个屈打成招有什么差别呢？就是现在检察官他不压他不会办案啊，对，不应该这样，不完全是他不会做事情，他应该有完全的证据才能够压人啊，压人对人身是很大的侵害啊。就是什么样的人才有能力去关说，就有钱有势嘛，然后有才嘛，哈。所以说，就像柯建铭的案子啊，这个关说，他真的是凑巧被逮到了，否则的话呢，其实要逮到像柯建铭这样子的人，他关说的事情多了啊。所以类似的柯建铭在台湾的社会到处都有，但是最重要的，他在拥有权力的那一方才有最大的权力。来讲你。我倒是我真的觉得，我看到这段时间来检察官这样子去搜索或干嘛，我们对于检察官那种恐嚇证人一点办法都没有吗？这是我要讲的，我有办法，但是问题是他不会录音啊，你没有办法举证啊。可是你在那个他现在叫赖以任他们说你出来不能够喊政治破坏，不能喊政治事件，这就是威胁啦，你不可以这样子，这违法。但是有证据吗？不是，这不就代表这一段时间的司法的各种离谱的操作？你真的相信他背后没有黑手吗？他背后没有人在关说在运作吗？
那法界有人脉影响力，那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难道不应该调整一下相关的配套，追求更大的公平正义吗？对。我觉得刚刚招资委员讲的非常的好啊，曾经我们历经过这个朝小野道，那我们不要比谁，不要比国民党跟民进党，你知道比陈水扁跟赖清德啊。陈水扁当初大家已经有非常多的意见，可是你看今天愿意。